书童，外姓人不能上桌吃饭，你去厨房吃。凭什么？今天这桌坐的都是帮陆家进万和商会的人，你一个打杂的坐这干什么？玉华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是啊，华姨，书童这些年在陆家跑前跑后也挺辛苦的。辛苦？送个合同，做饭，洗洗衣服，这也叫辛苦？至少人还是挺踏实的。哼，踏实有什么用啊？踏实能当饭吃吗？玉华，人脉是人脉，本分是本分。书童这3年任劳任怨，没亏待我们陆家，这点我心里清楚。陆明川，你也觉得我不配坐这儿是吗？书童，今天家里有贵客来，你别让我们为难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坐下吃饭就是在让你难堪是吗？林书童，今天明川好不容易借着饭局结交贵人，心里多高兴，你非要在这关键时刻出来找茬刷存在感吗？好了，玉华，话越说越重了啊！书童又不是找茬的人。书童啊，今天场合特殊，大家各退一步。书童，华姨也是体谅你，但今晚宾客身份不一般，做人最基本的就是认清自己的位置。你嫁到陆家3年，吃陆家的，住陆家的，陆家好心给你安稳日子过，公司留你做些杂活，已经是格外给你脸面了。你居然还妄想做主桌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！书童，华姨和陆叔也是为了你好。今天来的都是陆家的重要客人，你坐下来，大家确实会有点尴尬。你听听曼居说的多通透，人家都比你懂事。你要是真实大体不领悟，就自己乖乖去厨房吃，别在这碍眼。3年了，我在陆家任劳任怨，到头来竟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。以前我忍，是因为我心里还抱有期待，我以为至少陆明川心里清楚我是他妻子。可今天他连一句话都没有替我说。如果我今天一定要做呢？你敢？林书童，你今天敢坐下试试？谁让你坐下的？给我站起来！一个嫁过来的外姓人，竟敢如此顶撞长辈！有话好好说，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？书童，你别这样，明川哥夹在中间也难做，你身为他的妻子，应该多为他考虑考虑，为他考虑。你们谁又为我考虑半分？可是你现在闹起来，最后难堪难做的还是明川哥啊！你这不是故意让他下不来台吗？够了，林书童，别再闹了。陆明川，我不过是坐下来吃口饭，就成了不懂事找麻烦。书童，你非要为了一张椅子闹成现在这样吗？一张椅子？难道不是吗？这3年，你觉得我争的就只是一张椅子？好了，书童，我知道你在家辛苦，但……陆明川，我问你，我到底是不是你妻子？书童，今天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才是？等你哪天心情好，等你爸妈不在家，还是等陆家哪天良心发现，突然想起来这屋里还有一个人？明川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你一个女人，天天围着厨房和文件袋转，还真把自己当功臣了。你现在去厨房，今天的事我可以当没发生。如果我不呢？那你就滚出陆家！陆家不养不懂规矩的白眼狼！玉华，你说什么呢？书童再怎么说也是明川的妻子，你过分了啊！陆明川，我林书童在你们陆家到底算不算个人？你少在这胡搅蛮缠，天天围着锅台转，还有脸问别人把不把你当人？怎么，围着锅台转就不是人了吗？你们吃的饭是谁做的，衣服谁洗的？你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怎么想想做饭的人竟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？好了，书童，我们知道。林书童，你够了！我够了，我今天哪里够了？是话够了，还是忍够了？书童，你太激动了，先出去冷静一下吧。明川哥今天真的很累，你不要再逼他了。你说我逼他？行了，书童，你先出去。陆明川，这是你的意思？是。好，早这样不就行了？非要闹得大家都难看。去把厨房收拾一下，等会儿客人还要喝茶。要扫自己扫。林书童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说这饭我不吃了，陆家的门我不进了。切！你吓唬谁呢？离了陆家，你明天连饭都吃不上。书童，别意气用事，有话我们好好商量。是啊，书童，女人还是别太冲动。你现在闹成这样，明川哥也很难办。难办？那就别办了。林书童，你疯了
你们不是说我不能上桌吗？那这饭就别吃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桌菜多少钱？你赔得起吗？赔不赔得起，反正也轮不到我吃。你放肆！今天要来的都是陆家的贵客，你让陆家的脸往哪儿搁？脸？你们什么时候在乎过脸？让我一个人站着端盘子的时候，你们想过脸吗？林书桐，别喊了，陆明川，你们家这张桌我不上了。你吓唬谁呢？离了陆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哼！明天律师会联系你们。律师？什么律师？我要和你离婚。林书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清醒得很。哎，小姐，万和主厅那边还给您留位置吗？不用了。那陆家的观察席？他们不是说是白曼珠拿的吗？那就让他带他们去。明白。苏小姐，离婚协议已经送到陆家了。啊？他们怎么说？刘女士认为您只是在吓唬人，让您别故作姿态，演戏闹脾气。陆老爷传话，让您亲自回陆家登门道歉，否则这件事没完，不会轻易放过您。陆明川怎么说？陆先生看了协议，沉默了很久。他问您是不是真的不要陆家一分钱？你怎么回的？按您的意思，婚内个人财产各归各，陆家的东西您一分不要。苏小姐，陆先生想跟您通话。接。书桐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协议看完了吗？我问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？是。就因为昨晚那顿饭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你让我出去。我那是气话，我当时在气头上。书桐，我们结婚3年了，为什么非要闹到这一步呢？昨晚你让我出去的时候，想过我们结婚3年吗？3年了，陆明川，你妈指着鼻子骂我的时候，你想过3年吗？你妈当着外人的面说我不配上桌的时候，你想过3年吗？曼珠她是客人。客人？她什么时候不是客人了？她每个周末都来，每个饭局都在。每次你们家有事儿，第一个叫的就是她。她到底是客人还是家人？你心里明白？林书桐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。书桐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别怎样？你回来道个歉，这事情就算过去了。道歉？我给谁道歉？爸妈还有曼珠。白曼珠？对啊，她昨晚也很难看。怎么？她难看你心疼了？林书桐，你说话能不能别阴阳怪气的？不能。你……我站了3年，没见你心疼过一次，她才难看1晚上，你就替她说话，陆明川，你觉得这公平吗？我不是替她说话，我是替这个家说话。这个家？哪个家？有我的家吗？明川，把电话给我。妈，给我！林书桐，你听好了，你现在回来，昨晚的事我不跟你计较，我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刘女士，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昨晚说的是让我滚，不用给我台阶，我不需要。你别嘴硬，你的门禁卡我已经让人停了，公司那边你也不用去了。好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离了陆家，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门禁卡、车钥匙，王律师今天会一起送过去。你什么意思？还给你。你装什么清高？那本来就是陆家的东西，所以还给你。林书桐，你别后悔，出了陆家的门，以后再想回来可没那么容易了。我昨晚就说过不回来了。行，有骨气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几天。书桐，你昨晚住哪儿了？跟你没关系。我是你丈夫。很快就不是了。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。你以前也不会让我滚出去。3年了，陆明川，你从来没站在我身边过，每一次你选的都是他们。不是今天，不是昨天，是每一天。书桐，我错了。林总，陆家那边刚刚提交了万和委员的名单，
哦，谁提交的？白曼珠，她以杜氏集团顾问的身份递交的，附了一份推荐信，落款写的是陆氏战略合作伙伴。状态呢？正常收件，资格待确认，需要提醒他们吗？不用。他们想断我的门，断我的车，可他们不知道，那些东西我从来都不需要。是。一个纸箱就把他打发了？是。我还以为他多有骨气呢，结果这么点东西。妈，那是他的东西。他的东西？几件破衣服、破鞋也叫东西？行了，别再提他了。我就是气不过。他在陆家住了3年，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，走的时候还装清高，1分钱不要，好像陆家亏待了他似的。故意不要，好让外人觉得他委屈，觉得我们陆家欺负人。行了，玉华，少说2句。我说错了吗？他走了，陆家照样赚，饭有人做，地有人扫，公司的事儿，曼楚比他强100倍。华姨，您别生气，书童可能是面子上过不去，毕竟在陆家待了3年，突然走，心里肯定不舒服。哼，他有什么面子？一个嫁过来的外人，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他走的时候那个样子，好像我们欠他的一样。书童以前在陆家跑前跑后，虽然都是杂活，但毕竟做了3年，突然被赶出去，心理落差肯定大。曼珠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？华姨，我不是替他说话，我是怕明川心里难受。我没事。你一晚上没睡，怎么会没事？眼睛都是红的。明川，你别心软，这种女人越惯越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离婚协议先放着，她就是吓唬你的，撑不过1个礼拜就回来了。可他没有要陆家1分钱。他敢要吗？他吃陆家的，住陆家的，还想分陆家的钱，他有那个脸吗？明川，书童越是什么都不要，越说明他在赌气。赌气？对，他就是想让你心软，想让你主动去哄他。曼琳说的对，他一个没有工作、没有收入，能撑几天？到时候不用我们去请，他自己就回来了。行了，别吵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万和晚宴，别因为他乱了正事。顾叔，您放心，名单我已经提交了。万和那边怎么回？已经收件了。收件什么意思？通过了吗？就是他们收到了申请，这种晚宴名单收了，基本就等于通过了。可回执上还是写着资格待确认啊。那是流程用语，每个提交的名单上都会写这一句。明川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曼珠说能办，那就一定能办。明川，你怎么也学林书桐那套，动不动就往坏处想？没事儿，华姨，明川谨慎点也正常。但我可以把话放在这里，这次万和晚宴，我一定会带陆家进去。这才叫本事！明川，你听听曼珠多厉害！不只是进去，我会尽量让顾叔进主厅。主厅？还能进主厅？对，万和主厅坐的都是真正有资源的人，只要陆家在那儿露一次面，银行客户以后都会重新看陆家。明川，你听听，这才叫有用的人。什么是只会添堵的人？什么是能帮陆家的人？现在清楚了吗？妈，够了，别说了。我说错了吗？林书桐嫁过来3年，她给陆家挣来过什么？万和主厅，她带咱家进去过吗？华姨，别刺激明川了。书童毕竟跟他3年夫妻，一时半会儿放不下也正常。夫妻，他配吗？玉华，少说2句吧。哎，行行行，我不说了，我等着看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华姨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帮咱家拿到主厅资格。还是曼珠你懂事，比那个白眼狼强100倍。等进了主厅，我就让明川跟那个林书桐赶紧离婚。华姨，你说什么呢？林总，陆家那边已经开始准备晚宴了。白曼竹对外说，她能带陆家进主厅。主厅？是的，她跟陆正业承诺说，只要进了主厅，银行、客户、医院、学校都会重新看陆家。他说的挺满，他连万和的门槛都没摸到，就敢说主厅。
不用，那陆家的观察席还是待确认。如果他们打电话问，就按流程答。不主动说明推荐人吗？不说，他们想自己办，就让他们自己办，办到哪里就知道哪里不行。明白，林总。还有一件事儿，老会长打来电话，主厅的位置这次还留不留？留。给谁？给我自己。3年了，我的位置一直是别人在做，这次我自己做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陆总您好，您今天来是为了寿限复核的事儿吧？对，去年那笔寿限帮我续上就行。陆总，今年需要您重新补办全套审核材料。补什么材料？往年都是一键续审啊。陆总，去年贵公司的寿限走的是业内特别推荐绿色通道，但今年该推荐资质没有确认，所以只能按照普通企业的标准流程审核。我们陆氏集团马上就要正式入驻万和商会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我们按普通企业流程处理。陆叔，您先消消气，我来跟他沟通。您好，我是白曼珠，陆家已经确定入选万和晚宴名单，你们内部应该收到风声了吧？白小姐，我们清楚顾总的资质，但晚宴入选资格并不等同于寿限审批结果。我可认识你们张行长，那您可以直接联系，让他和我们对接沟通。行。那你先把陆氏的材料收上去，优先录入系统。授信额度尽量别卡太狠，通融一下。材料我可以正常接收录入，但最终授信额度必须经过风控评估，我没有权限提前敲定。评估需要多久？全套审核下来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。1个月？我下周就要这笔资金落地用款。如果陆总急需放款，需要补充等值资产。去年办的时候顺顺利利就批下来了，今年怎么这么麻烦？去年是特殊绿色通道加持，所以免除了担保环节。今年没有相关资质，只能按正规流程执行。你告诉我，去年给陆氏走特殊通道的推荐人是谁？我亲自对接确认。抱歉，陆总，这属于内部信息，我们不便透露。我是陆氏集团的法源代表，最大股东，事关我公司的授信合作。你一句不便透露就想打发我？陆总，我理解您的着急，但我们只能按照规章制度办事，还请您谅解。陆叔，跟他们讲没用的，我们先回去。回去？授信的事一点进展都没有，回哪儿去？陆叔，跟他们谈不出结果，我直接联系张行长。你确定能联系上他？今天就能把事情敲定？当然，张行长跟我交情匪浅，这点小事儿我还是能摆平的。好，那我就等你消息。顾叔，张行长应该正在开会，手机关机了。什么？陆叔，您别慌，这些人都是这样，越是关键节点越喜欢摆架子。曼珠，这笔授信资金对陆家很重要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我明白，顾叔，您不用焦虑，等晚宴当天，我把张行长约出来，咱们当面聊。行，我最后再信你一次，千万别再让我失望。陆先生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我和陈总之前见过，今天是来送后续合作方案的。稍等，抱歉，今天没有陆氏集团的预约。我之前和陈总谈过合作的事儿。系统显示，上次是私人引荐见面，后续合作需要重新排程。重新排程要多久？最快下个月。下个月？是的，顾先生，陈总最近行程排得很满。麻烦你告诉陈总，我是陆明川。已经替您转达了，但陈总今天不见客。明川，曼珠，陈总不见我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来。你好，我是白曼珠。白小姐您好，麻烦告诉陈总，晚宴的相关事宜我要和他谈。抱歉，陈总今天不见没有预约的客人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怎么样，陈总接了吗？明川，陈总应该在开会。你不是说他会给你面子？会的，只是今天不巧。那什么时候才巧？晚宴陈总肯定会去，我到时候带你过去。你确定？明川，你怎么也开始不信我了？别被旁人的话影响。我只是觉得
很多事情没以前顺了。明川，陆家马上进万和，真正的顺境在晚宴之后。陈总母亲最近身体不好，您联系她，不妨先问候一下伯母。你一个送资料的，懂什么？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一句。这些有曼珠帮我就够了。曼珠，你这几件事儿可都压到晚宴上了。华姨，资源就是在这种场合用的，平时人家摆架子，到了晚宴大家坐一张桌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曼珠，如果我们坐不上那张桌呢？没有如果。银行那边说要等晚宴，陈总那边也说等晚宴，连医院都这么说。都是曼珠安排好的，能有什么问题？妈，医院根本不是这么说的。那些人懂什么？曼珠可是直接联系院长的。曼珠，你给我一句准话，到底能不能进？顾叔、华姨，你们放心，晚宴那天我保证让张行长跟您谈，安排陈总见明川，还让李院长给华姨恢复专家通道。曼珠，话可别说得太满。明川，我知道你最近心里烦，可不能因为跟林书彤闹离婚就怀疑帮陆家的人吧？我没有。那你就信我一次，明川。明天把名片重印一下，加上万和商会观察企业几个字。爸，资格还没正式确认呢。名单都交上去了，曼珠也说没问题啊。可回执上明明写的待确认。明川，你怎么越来越像林书彤了？说的话尽扫人性。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林总，陆家那边要印新名片了。什么名片？万和商会观察企业的名头。资格还没生效。是。提醒过他们吗？没有，一直按您的意思走正常流程。对了，林总，白曼珠还联系了张行长、陈总和李院长。哦，他们怎么答复的？都没给明确承诺。这就够了。林总，要是晚宴那天他们真带着名片去了，场面怕是会很难看。5天前，他们不也说我坐在那个位置上很难看吗？女儿啊，你还在等陆家自己想明白啊？不是的，父亲。那是什么？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到那扇门前，亲眼看着门打不开。你还是太心软啊！我已经离开那个位置了。离开可不等于放下呀，女儿。父亲放心吧，晚宴之后就放下。主厅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。谢谢父亲。这次还打算让出去吗？不让。好，这才是我苏家的女儿。你好，请出示邀请信息。陆氏集团4位。稍等，陆氏名单已收到。那可以进了吧？观察期，资格尚未生效。怎么还是待确认？我不是已经提交名单了吗？名单收件不符合资格生效。那要怎么生效？需要原推荐人完成最终线上确认，资格才算正式激活。我就是陆氏对接人，你直接确认就行。不好意思，您不是。我是白曼珠。您可以提交名单信息，但您没有最终确认权限。什么？谁有最终确认权限？原推荐人本人。那你赶紧联系推荐人，让对方确认。我们可没时间在这耗着。对方未确认前，陆氏全员暂时无法入场。我们人都来了，你让我们卡在门口进不去。你们可以移步旁边的等候区等待。等候区？你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吗？我们是本次受邀观察企业，凭什么去等候区？抱歉，系统未核验通过，暂时还不是。曼珠，这怎么回事？华姨，您别急，我打电话问问。华姨，对方在忙。你不是说都打过招呼了吗？华姨，这种晚宴人多，门口系统卡住很正常。
你再仔细查一遍。你好，已经查过，系统显示您是陆氏随行人员，不是万和会员，也不是陆氏推荐人。随行人员？你不是说你能带我们进主厅？怀疑，肯定是系统问题。又是系统问题。明川，你别这样看我。书童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林总，老会主在主厅等您。林总，你们认错人了吧？他是我们陆家的打杂人员。赵女士，林总是今天万和晚宴主厅的贵宾。贵宾？林书童，你跟他们说，你是我们陆家的人。我不是。你可是明川妻子。很快就不是了。好了，书童，先别闹了，今天场合很重要。6天前的那张饭桌也很重要。书童，那晚是家事，所以你们可以让我滚。今天是万和的事儿，所以我不能让你们进。你这分明就是报复！我只是没确认。没确认什么？这位女士，陆氏观察席是林总推荐，是否确认是林总的权利。什么？观察席是你推荐的？不然呢？你们还真以为是白曼珠推荐的？书童，我们进去谈行吗？不能，你们没有资格。林书童，你一定要做这么绝？陆明川，那晚你让我出去的时候也很绝。林总，宴会快开始了。书童，陆先生，请您自重。陆总，实在抱歉，主厅已经无法入场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您可以申请副厅、旁听席位，不过那里没有桌席，只能观看主厅的现场转播。旁听？我们穿成这样去副厅、旁听像什么样子？先进去再说。正义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现在闹起来才是真的丢人。如果要申请的话，请这边登记。林总，这边请上座。父亲，他怎么能做主桌？或许是老会长给的面子吧。给谁面子？苏小姐，您可算回云城了。陆氏那笔授信，我已经按普通企业资质重新审核了，按正常流程就行。林总，去年要不是您的推荐，陆氏根本走不了地溪通道。什么？去年居然是他推荐的？曼珠，你之前不是说是你帮的忙吗？这银行那边可能记错了吧？这可是张行长亲口说的，怎么会错？林总，陆氏后续的合作项目我已经退回去了，按方案评估就行。林总，上次给陆先生机会是看您的面子，这次得看陆氏自己的本事了。竟然真的是书童帮我约的。明川，上次我也帮你问过了。你问谁了？我。林总，刘女士的复诊流程已经转成普通通道了。辛苦了。之前的绿色通道是您用万和基金的名额安排的。什么？我的专家号也是他安排的？华姨，我当时也帮忙了。你帮什么忙？大家好，在公布本次晚宴观察席的确认名单前，先向各位说明一项情况。陆氏集团的观察席由林书彤女士推荐，但因推荐人本人为确认，本次资格不予生效。另外，白曼珠女士并非万和会员，也不是陆氏观察席的推荐人，其个人会员申请去年未通过审核。我没说过我是万和的会员啊！你没说，可你说你能带我们进主厅？我只是说我有办法，华姨。办法呢？陆叔，这都是林书童故意的。他故意什么？他明知名额是他推荐的，却故意不说。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你明知名额不是你的，为什么说是你拿的？我问你，银行、陈总、医院、万和，哪样是你真正办成的？明川，我只是想帮你啊。
白曼珠，你只是让我看不起林书桐，也让我厌恶他，然后跟你在一起吧。我告诉你，白曼珠，不可能。林川，书童，3年了，该回来了。苏家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。苏家？哪个苏家？云城苏家。云城还有几个苏家？书童不用苏家身份压人，并非他没有身份。他肯在陆家低头，也不是他只能低头。既然陆家容不下我女儿，那从今往后便不必再勉强依附。我们不受半点委屈，更不看任何人脸色。书童，那些事都是你帮陆家做的。你刚才不都听见了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说过，是你从来不肯相信我。可你从来没说你是苏家的人啊。我当初提醒你银行的材料不能拖，你说白曼珠会处理。我说陈总滴酒不饮，你说我不懂商务。我说万和观察名额还没落地，别太早庆祝。你说我让大家难堪。我不知道啊，书童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是从来不信我。书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错在哪？我不该任由爸妈羞辱你，让你在饭桌上难堪。不是。我不该相信白曼珠的话，不该怀疑你。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书童，我一定改。你错在3年里从来没把我当成你的妻子对待，你把我当打杂的、送资料的、随时能被你父母赶下桌的人。可你知道吗？我坐不上桌的时候，心里也会疼。书童，我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不好。我以后真的会改。不必了。我们3年的感情，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陆明川，饭桌上我给过你机会。什么时候？那晚我问你，我是不是你妻子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今天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不能。为什么？陆家不够资格。那银行呢？陈总呢？医院呢？往后都按流程正常审核办理。书童，难道你真要眼睁睁看着陆家什么都没了吗？刘女士，你要明白，那些本来就不是陆家的。书童，我承认以前是我们目光短浅，看低了你，但一家人没必要闹到这个地步啊。陆总，我们可不是一家人。书童，你真要和我离婚？是。为了一点小事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狠心，我只是选择离开你。白曼珠，请跟我们去一趟会议室，配合调查。凭什么？您以万和商会名义私自对外承诺主厅席位、银行资源和客户引荐，已经严重影响了商会声誉。我不过是帮陆家牵线沟通罢了。沟通和冒认推荐人可不是一回事儿。陆叔，您帮我说句话呀！你让我说什么？你说你能带陆家进主厅，结果你只是个蹭场面的随行人员。可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陆家好？为了陆家，你拿书童的人情装成自己的本事，害我们在门口丢尽了脸，这也叫为了陆家？华姨，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。以前我还以为你有点用，能帮陆家一把，没想到你只会弄虚作假。明川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我问你，银行资源是你帮的吗？我当时确实问过。陈总是你约的吗？我妈的专家号是你办的吗？万和的观察席是你拿的吗？白曼珠，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明川，我这么做只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。所以你就踩着书童往上爬？我哪里比不上林书童？我比他更适合你。白曼珠，你连林书童的影子都比不上。白小姐，请吧。明川，我现在真的一无所有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！白曼珠，你一无所有不是因为我，可我做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喜欢你。喜欢我，所以就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明川，我只是没跟你说清楚。那我也跟你说清楚，
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陆明川，你现在知道林书桐是苏家的人，就想回头找他了？至少我现在清楚自己做错了，可你呢？到现在还觉得你只是输在书童的身份上，难道不是吗？白曼珠，你输是因为你嘴里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。白小姐，请您离开。陆明川，别叫我！书童，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没有。以前有过吗？有。什么时候？饭桌上，我问你我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。书童，我那时候我不知道。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苏家人，才肯承认我是你妻子。书童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以前不会只回我一个恩的。以前我说了很多，你不也没听？书童，阿姨知道错了，你就再帮陆家一次吧。帮什么？万和的观察系资格，银行受限的事儿，还有我那个专家号，以前能帮，现在不帮。林书桐，你真要做这么绝？刘女士，您不是说过，离了陆家，我明天连饭都吃不下。那都是气话，可我听见了。书童，陆家现在是真的难啊。陆总，难的是陆家，不是我。你撤了推荐，万和不让我们进，银行不给授信，陈总还把项目给了启明，你敢说这跟你没关系？有关系又怎样？那些路以前是我给的，现在我收回去。林总，万和理事会的结果出来了，说陆氏集团未经确认，擅自使用万和观察企业的名义，3年内不再受理其观察系申请。什么？3年？是。那只是个误会啊，万和没有义务替陆家的误会背书。书童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陆家掉下去啊！陆总，可不是我让陆家掉下去，名片是你们印的，晚宴是你们闯的，白曼珠是你们信的，那张餐桌也是你们不让我做的。书童，明川他是真的后悔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哦，他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护着你。不，他后悔的是他赶走的人竟然能坐上湾河的主桌。不是的，书童。如果我还是那个打杂的，你今天会求我吗？你不会，你只会等我回来给你们道歉。书童，我真的爱你。那晚我问你，我是不是你妻子？你为什么不说？我怕爸妈为难。陆明川，所以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爱我，你连让我上桌吃饭都做不到，你凭什么说爱我？林总，万和晚宴的答谢会快开始了，走吧。书童，就让陆家进去，就算旁听也行啊，启明都能做，我们陆家为什么不能？因为你们教过我一句话。什么？不是谁都能轻易坐上桌。那晚说我不能上桌，我记住了。今天我也告诉你们，万和这张桌，陆家不能上。书童，你别走。陆明川，那晚我回头过，你没出来。林书童，这辈子是我陆明川对不起你。再见了，陆明川。